大明天启5年8月的一天，56岁的囚徒熊廷弼被押往刑场。提牢主事张时雍看到他胸前挂着一个小布袋，问他袋子里装着什么东西。熊廷弼答：我的无罪申辩书。张时雍又问：你没读过《李斯传》吗？里面怎么说的？囚徒不能上书。熊廷弼驳斥他说：是你没读过《李斯传》，这句话是大奸臣赵高说的。大约100年后，明朝敌人的后代早已坐稳了帝国江山的乾隆，读到熊廷弼的事迹，一针见血地指出，熊廷弼是明朝最懂军事的人，明朝自毁长城真是该死。熊廷弼第一次被派往辽东是万历36年，任务是调查镇守辽东的老将李成梁。这一年熊廷弼40岁不到，李成梁82岁。万历朝的边疆安稳，两员大将居功甚伟，东南戚继光，东北李成梁。李成梁前后镇守辽东近30年，拓疆千里，战绩卓著。亲人写明史评价他说：边帅武功之盛，200年来所未有。但早在万历19年，李成梁已遭弹劾去职。到了万历29年，没有李成梁的辽东，在这10年里，旅一总兵都无所作为。没办法的朝廷只得返聘李成梁。李成梁返港后却出事了，他与辽东巡抚赵佶擅自弃地800里，将万历初年开拓的宽甸六堡让给努尔哈赤。事情闹得动静很大，朝廷明令彻查。李成梁解释，弃地是一项奇谋，作为诱饵诱降努尔哈赤。熊廷弼却认为，他们根本就是献帝私通女真人。熊廷弼是科举出身，不是职业军人，但他性格刚烈耿直，具有大无畏精神，别说得罪人，就是得罪神都不怕。传说熊廷弼巡行到荆州，正逢大旱，他到城隍庙设计求雨，约定7日内要下雨，不然就砸了这座庙。没想到10天过去，天仍不下雨，于是他派人持剑去荆州毁庙。派去的人还没赶到，风雷大作，暴雨如注，连老天爷都敢威胁，他也是独一份了。在辽东，随着调查的深入，熊廷弼发现李成梁更多的问题。此时的辽东整个官员系统都出自李氏门下，外人根本插不进去。万历命熊廷弼进驻辽东巡视，目的已经很明显。明朝皇帝最怕的不是外族入侵，而是内部形成地方山头，尾大不掉。所以任命文官武将，形成牵制，防止一人独大。多少名将的悲剧均肇始于这种政治平衡术。熊廷弼一心为国，似乎没有觉察自己成了皇帝的枪手，更没料到李成梁的命运将会在自己身上重演。他认真做事，详细调查，欲置李成梁于死地。他真诚地相信，李成梁根本不是为了国家安全，不是为了辽东的安定，而是为了个人及集团的私利。万历皇帝觉得可以收网了，下了一道诏书，称赞李成梁镇辽有功，让他体面退休，逐渐让出了山头。熊廷弼第2次被派往辽东是万历47年萨尔浒之战后3个月，他是作为辽东经略收拾残局去的。在这之前，在辽东干得不错的熊廷弼却被朝廷扫地出门，赋闲在家7年。原来他去南直隶主持科举考试时秉公录取，淘汰了一批不学无术的官绅要人子弟，他们大多是东林党后人。熊廷弼因此得罪了东林党，陷入无尽的党争之中。后来熊廷弼遭到弹劾，停职审查，由此返回江夏老家，终日游山饮酒。表面悠哉悠哉，其实内心十分痛苦，国事不堪，他放不下忧国忧民的思绪。数年后发生了萨尔浒之战，这次战败是明朝衰落的一个标志。明军在辽东军事形势急转直下，由攻势变成了守势，由优势转变为劣势。如何收拾辽东残局，成为一块烫手山芋。谪居老家多年的熊廷弼才被人想起来。熊廷弼救国心切，带病每天昼夜坚持200余里。当他抵达辽阳，展现在面前的是一幅战败后的惨状，弱兵羸马，朽甲顿歌。面对困局，熊廷弼采取了持久的防御方针，招抚流民还乡生产，同时整肃军纪，处死了一批临阵逃脱和贪赃枉法的将领。经过1年的整顿和治理，熊廷弼在辽沈要地构建起一条依托军宝、积极防御的战线。万历48年，
努尔哈赤又率重兵来攻，结果被明军打得狼狈而逃。熊廷弼固守的辽东一时固若金汤。然而这一年，帝国核心的局势正在瞬息万变，一场前所未有的权力重组正在进行。远在关外的熊廷弼也未能幸免。这年7月，万历帝驾崩，太昌帝即位。仅仅1个月后，又发生红丸案，紧接着天启帝上位，朝中党争激烈，你死我活。当初熊廷弼接手辽东残局时，最怕的不是敌强，也不是兵弱。努尔哈赤只是关外的敌人，御史言官才是朝中的敌人。天启皇帝上位后，朝廷中主张速战的一拨人，指责熊廷弼的防御战略是龟缩战略，他们要的是一场扬我国威的胜利。东林六君子之一的杨连上奏弹劾熊廷弼，随后大批奏书告熊廷弼无谋和欺君。曾经被认为可堪大用的英雄，如今被说得一无是处。熊廷弼自我辩解说，这些人前年就极力怂恿辽东作战，等到战败，一个个闭口不敢再提战字。现在我才收拾好残局，这些人又急着催促开战。他们身居庙堂，只懂议论，不谙军事。熊廷弼或许想不到，他笑东林党不懂军事，东林党笑他不懂政治。说白了，东林党人看见辽东局势好转，想扶自己人上去。天启帝派了一个叫朱一蒙的人赴辽东调查熊廷弼。朱一蒙与熊廷弼没有私交，但他调查后力挺熊廷弼，说熊廷弼有才干，有口碑，深受辽东人的爱戴。这样的雄才大将，怎能轻易定他的罪呢？但也许正是有口碑这句话坏事了，朝廷绝不允许一个将士的威望超过中央。熊廷弼被从辽东经略的位子上撸了下来，郁闷还乡。熊廷弼第3次被派往辽东，是天启元年，任务仍然是收拾残局。此前他被弹劾下台后，袁英泰接替他出任辽东经略。袁英泰不懂军事，一意迎合朝廷中速战速决的叫嚣，盲目进攻后金。同时为了标榜仁德，大肆收容关外饥民，让努尔哈赤的奸细轻松混了进来。努尔哈赤得知他向来惧怕的熊蛮子被调走了，也喜不自胜。袁英泰上任仅3、4个月后，辽沈之战开打，奸细们轻松打开了沈阳城门。被称为神经左臂的沈阳沦陷，紧接着辽东首府辽阳也被努尔哈赤攻占，明军一路退到了辽河以西。袁英泰见大势已去，举家自杀，朝廷上下一片震惊悲观之声。这时候他们再一次想起熊廷弼了。天启皇帝为了表示对熊廷弼的信任，还把先前攻讦熊廷弼的言官都罢免了。熊廷弼上任后，继续坚持他原来的防御战略，以时间换空间，但矛盾随之而来。简单的说，朝廷没有钱了。这个时候，与熊廷弼搭档出任辽东巡抚的王化贞跳了出来，说他有办法不花钱也能打胜仗。好了伤疤忘了疼，朝中大佬一听到经济廉价的方案，立刻来劲了。于是王化贞则独率大军驻守广宁，被朝廷寄予厚望。熊廷弼虽为辽东经略，却陷入手中无兵，徒有其名的境地。天启2年5月，王化贞高喊秋天即可听捷报，于是兵部尚书张鹤鸣奏请撤掉熊廷弼。正在这时，努尔哈赤亲率5万大军渡过辽河，轻松拿下辽西重镇广宁。王化贞仓皇往山海关方向逃窜，途中遇到率兵前来救援的熊廷弼，痛哭流涕。熊廷弼讥笑他说好的6万大军一举荡平辽阳呢？说罢，熊廷弼带兵殿后，护送溃散的军民撤到山海关。出乎意料的是，广宁之战溃败，结果熊廷弼和王化贞都被下狱。虽有少数政治官员为熊廷弼喊冤，说他不应为战败负责，但此前力称王化贞的叶向高、张鹤鸣等东林党人为了摆脱罪责，不断将脏水泼向熊廷弼。熊廷弼在狱中待了3年。本来以辽东局势之糜烂，朝廷用不了几年就会再想起他，但这一次他没有机会了。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东林党人在天启4年发起了大规模的弹劾阉党的运动，魏忠贤决定先发制人，对东林党实行反扑。阉党中有个姓冯的人，早年与熊廷弼有嫌隙，为泄私愤，就向魏忠贤献了一条毒计，捏造熊廷弼向东林党人行贿的罪名。
在当时的党争中，涉及辽东事务基本可定死罪。正如东林党人此前在广宁之战的责任承担中极力要甩锅给熊廷弼一样，魏忠贤要置东林党人于死地，就想让东林党人与熊廷弼沾上关系。结果一生与东林党人合不来的熊廷弼，变成了魏忠贤对付东林党人的牺牲品。天启5年8月，熊廷弼含冤而被处死，死后传首九边。熊廷弼死时坚信自己是无辜的，要为自己上书辩冤，但朱由校没有替他平反。随后继位的崇祯皇帝朱由检也没有替他平反。崇祯当政后诛杀魏忠贤，有政治官员接连上书为熊廷弼送冤。最终崇祯只允许熊廷弼的儿子为父亲收葬，仅此而已，没有抚恤其家事，也没有恢复其官爵名誉。相比之下，对广宁溃败负有首要责任的王化贞，后来投靠了魏忠贤，受到庇护，直到崇祯5年才被处死。真应了一句话：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卑劣是卑劣者的通行证。熊廷弼未被平反有2个原因。从崇祯的角度考虑，他当时面临辽东更加焦头烂额的局面，袁崇焕许诺他5年复辽，结果却来了个几次之变。在他眼里，要为熊廷弼平反，等真的有人实现复辽希望也不迟。然而中期在位17年，只等来了亡国悲剧，对于熊廷弼的平反也就不了了之了。另一个原因则在东林党。东林党在崇祯朝得势，对于向来与他们关系不睦的熊廷弼，自然不会出力为其平反。熊廷弼的遭遇在华夏历史上很有典型意义。在他之前，岳飞、于谦也是一样的命运；在他之后，孙承宗、袁崇焕亦重演了他的悲剧。王朝末年，各大利益集团已经尾大不掉，面临亡国危机，国家利益也被各派置于集团利益之下。国家在最需要团结一心、共度难关的时候，恰恰丧失了团结起来解决危机的能力。难怪连乾隆都要骂明朝是自毁长城，而面临如此境地的，又何止是明朝而已。